来整理我们的论文。好，那我们这个 AI 协作不是叫你用 AI 无中生有哈，我们是要有那个什么资料的依据好来写的啊。如果你无中生有的话，你就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它可能会有幻觉。我们的幻觉就是用白话点，就是它会胡说八道了哈。那如果你在写出来的时候，不管你用的是你不管有没有引用正确的资料哈，你写出来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再检查一次哈。所以这就是确保那个学术伦理哦，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当官哦，那个东西很麻烦哈。你在求学的过程中要严谨一点哈，这样以后会比较少一些麻烦的哈。那我们待会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哈。好，那应该很多同学还不认识我哈，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合并到高龄所的老师，然后我本来是在体育处了哈，因为高龄所成立之后，我就合并到这边来了。好，那我的学位是国立体大的体育研究所哈，博士班哈。那我还没合并过来之前，我是做水域活动的，然后因为我的领域是把课程哈融入教学实践嘛，所以我比较多的发表都是在课程设计上哈。那这几年因为合并到那个高龄所知道，我有融入一些 AI 了，还有一些那个高龄的议题哈，所以目前是这样子。那我在开设体育的课程就是有水上休闲，那这个我在下学期有开门课哦，高龄休闲活动规划哈。这门课呢，我会带各位去户外教学，会去冲浪跟浮潜哈。那这个东西，等一下哦有一些人要进来。诶，你们如果有同学在群组里面那个丢讯息的话，回复一下哈。那个我这样子会对我那个报告会中断的，你们就协助一下哈。如果他们要进来的话，好，那等一下前面还没讲完。好，所以我除了开水上休闲之外，我还有开太极拳跟气功，所以我这次在教学时间我就融入 AI 太极拳辨识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上的应用哈，就是说我做了一个 AI 的模型，好，用我的动作拍的，然后学生拍他的影片之后呢，把他的影片上传跟我的模型做比对，如果他的动作跟我的越相近的话，他的分数就越高。啊，这个已经做出来了哈，所以我们下学期就要开始做实做了哈。所以 AI 融入的东西就是要找，我们找的是那个自工系的老师合作了。好，那因为我本身也写这个程式也不会嘛，所以一定要找人合作。所以你们如果有相关的议题之后，因为之后下一届的同学有很多 AI 系进来，他们会写这个程式，应该相对来讲会比较熟一点，所以你们可以跟他们合作了哈。好，那我们接来看哈，我们第一个哈，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大纲哈。我们今天的大纲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哈，有看到我的大纲吗？好，有看到我的大纲，给我个二哈。好，我我这个哈，在下学期我的课会前2个小时会讲高龄休闲的东西，因为那是3小时的课，第3个小时我会带着各位哈，手把手每周生成一点进度啊，期末的时候要交一篇 paper 出来，这个没关系，不会很难，就是把进度分成17周来写完。好，我会每周给你们一点点的进度，你到期末你一定写得完，你一定写得完哈。这个东西因为你们毕业的时候一定要
发表一篇小论文嘛，哈，那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写自己的题目，不一定要写高龄休闲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在我的课里面把它给完成，把这个小论文完成了，然后当做你们的毕业条件哈。好，所以呢，今天我下学期10机构的课程，我今天会讲大概就是黄色把它圈起来的地方。好，待会就会继续讲完哈，黄色的地方。那没有上色的地方就是像 SPSS 这个东西还要你们可能有的人不熟，那这个东西就先不要讲啊，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复杂哈。你跑完统计之后，怎么把研究数据用 AI 直接做成表格啊？这个东西用 AI 也可以做哈，然后连图用 AI 都可以画。我待会稍微示范一下哈。那那这个东西不会让你们操作，我们今天黄色的地方就是会让你们会边讲要边操作，好，所以今天2个小时大概重点就在黄色这个地方哈。好。好，大家都进来了吗？好嘞。然后我们第一个哈，我们要介绍是，我们手边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包含声音档、图片档。那如果你的数位档原本就可以复制贴上的话，那就是可以拿来写论文嘛哈。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哈，你只要有可以复制，你就把它贴起来以后，换句话说，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就丢给 AI 帮你换句话说。这样才不会有抄袭。你要是整段贴上去，比对出来，你就是抄袭。好，因为你如果一个字都不改的话，你整段贴上去，那个比对得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要请 AI 帮你换句话说。所以重点在于，你不管是可复制的文字档，或者是你你去听场演讲啊，你觉得这个人讲得很好，你想要把他的讲的东西的内容，把它写进去你的论文里面，那你要把语音转成文字嘛。甚至于你看到有一些教科书的内容很棒，可是它是纸本，你要怎么把纸本变成数位档？好，所以待会我们第一个动作，先把所有你收集到的东西全部变成数位档以后，再把它丢进去 AI 写写论文哈。那这个东西应该有的同学会了哈，那会的就再复习一下，不会的就稍微注意听哈，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东西，你所有的资料收集都要从这边开始哈。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好了。我们先来讲怎么找论文哈。这东西，哎，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我们要用 Google Scholar 或者是台湾博硕士论文加值系统。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如果有问题，随时打断我没关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Google Scholar 在这边。好，那我这边我昨天收取了一些东西啊，例如说个人化的教育计划跟 AI，因为我有教适应体育班哈。那这个东西原本个人化的计划就是老师去设计给同学，例如说我开个课表给你，那你去做。那我们学校要求我们老师在1114学年度要大量融入 AI 生成式 AI，那我们就把这个主课的条件把它翻转一下。我们的我们本来给老师做的个人化教育方案，就由同学自己写。也就是说，我帮你们检测完你们的身体组成啊，那你把你们的需要，你想要练成什么样的条例如说，你想要减肥2公斤，或是你要增肌2公斤，或者是有的他是脊椎侧弯，他说我要加强我的躯干的肌力，这东西就请学生自己用 AI 写成你的训练计划。好，那我就把这个关键字打上去之后，收取打。那因为你们写论文一定要最近5年的文章嘛，那你的范围要定2020到2025，搜寻。好，第一个动作，请各位先开 Google Scholar，找到
把你们的所需的议题打上去。我们先收集5篇资料，这5篇先 download 下来，待会会用到的来，请开始动作请开始动作，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
好哦，来，差不多了哈。然后5篇完了以后哈，来，我们现在试一下哈，看一下。我们先来一篇一篇哦。我们先找到之后哈，我们先请 GPT，我们先请 GPT 来写哈。你们登录 GPT 之后哈，把一篇文章丢进去哈。好，丢上去之后呢，请帮我总结此篇文章摘要，请帮我总结此篇文章，写出500字摘要哈。所以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去去，不用花时间去读每一篇，你只要把它摘要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看摘要就好了哈。然后把这摘要可以之后把它丢到你的那个 AI 写作里面。好，我们先做这个步骤哈，你陆续把它写摘要出来。好，来，接下来哈，我们进去下一个步骤哈。博硕士论文也是哈，Google Scholar 这个我现在文章搜寻已经做完了，这一步已经做完了哈。所以文博硕士论文就是你们登录一个账号之后呢，你注册完以后，你就可以上去博硕士论文搜寻。如果你找到有全文的，你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就很简单，跟 Google Scholar 一样的意思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要把语音转文字跟图片转文字哈。好，那语音转文字就是我们，例如说了哈，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今天去上我的课，然后呢，你想要把我的课当做一个的过程做成一个逐字稿，然后写重点，或者是你们老师如果请你们去听一场演讲，然后要你们写出一个演讲的报告，那你就把那个你录音的音档哈、丢到一个 AI 的软体，然后生成逐字稿之后呢，再把它丢给 AI，请它写出重点摘要。好，大概的意思就这样子哈。那我们第一个哈，先看我做一次哈。有看到我这个荧幕吗？
有看到我这个荧幕，有的话给我一个3哈，有的话给我一个3。好，这个东西就是哈，我把这个音档哈，来这个地方叫做 click temp，好，这个东西就是微软的一个剪辑软体。那我们先看它进来首页好了，进来首页。它进来以后呢，你们先下载这个，你们先登录网站，这不用下载，登录这个网站哈，先登录，打这个标题哈，然后登录以后哈，注册完以后，它就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哈。那我们怎么做影片呢？怎么生成逐字稿哈？第一个建立新影片，好，然后我这边哈有一个我之前演讲的音档哈，我把它给丢进来，有一个好57分钟，那你把这57分钟的拉过来，这边有一个西西字幕哈，好，立即适用，因为我们讲的是繁体中文嘛哈，这边把它选繁体中文，转入媒体，它就开始依照你讲的话帮你生成逐字稿，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口音讲出来的话都不会一样嘛，所以它在辨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字没有办法转译的很好，那没关系，因为你最后都把它丢到 AI 去就好了，请 AI 帮你写成心得。你说你大概你们老师如果给你一个模板，就说你要几百个字，然后你要包含什么介绍，包含什么，那你就依照那个去丢给 AI，请他把这个逐字稿生成他要的报告模式，这样就写完了哈。来，我待会给你们一个档案哈，大概是2分钟的答案，我把它丢进去，我把它丢进去那个 Teams 的群组好了。好，那你们把它下载之后，大概1分钟而已哈。你把它下载下来，用刚刚的方法把它给转译成文字档，把它转译成文字档哈。来，各位做一下，我把它上传到聊天室了哈。好，来，各位看一下哦，我用那个1分钟的音档，大概就是出现文字档在这边哦。好，那你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哈，然后呢，因为这个是笔记本档案，可能有的 AI 它没办法去读笔记本的档案哈，笔记本格式，所以你要把它先贴到 Word 里面哈。
好，贴到 Word 上面之后呢，先存一个档。好，我们假设存档，存123好了。好，那我们把123这个档案呢，给我的123吧，这边123这个档案，说请帮我将档案写成摘要。啊，他就把我的录音的东西写出来了。啊，这是摘要啊。如果你要逐字的文字稿哈，我们试试看哈。还是会有，还是会有那个哈时间的那个哈时间码哈，那这就没办法了。那你就说你再把它下说不不要时间码。好，它就逐字稿就出来了哈，逐字稿就出来了。啊，这个东西它会有帮你论过哈，所以字会比较正确一点。好，各位试着做做看哈，把这一段，哎，是不是跳掉了？我是不是跳掉了？分享跳掉了。分享还在，分享还在。哦，分享还在，OK，好好好，OK，好，就这样啊，各位操作一下啊，这样子以后你去老师要你们交一个听演讲的报告，你就这样子做了哈，很快，大概5分钟就帮你写完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的，因为 AI 写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啊。但是这样帮你们省时间了哈，你们自己再论述一下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假设你是一个图片哈，把这个图片拉过来一下。现在有看到我分享的画面吗？有的话给我个是，有看到我这资料夹吗？哦，有，好来，这是我下学期备课的东西哈，其中的一则章节。好，就是因为这个是纸本啊，它是书啊哈，我要把它变成文字档，那我们把图片转文字嘛哈，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拍下来以后哈，例如说在这边哈，它有课本的东西啊，就这样哈。那你这样子呢，我们先从一个一个来哈，我们先把一张图片丢上去试试看哦。我们打开你的云端硬碟，好，请各位花个1分钟把你的云端硬碟打开。
然后建立一个资料夹哈。然后呢，接下来哈，我们把这个东西，我刚刚拍的图片哈，把刚刚拍的图片给拉过去哈，拉过去。好，那这东西我们用来注意看我的步骤哈，点选它按右键，开启工具，用 Google 文件打开。那 Google 文件打开说，哎啊，怎么还是图片啊？没关系啦，因为下面文字档就出来了哈，所以他就帮你把它辨识成文字档了哈。来试着你拍你手边的一本书的其中一页哈，把它给丢上去试试看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假设哈，你看呢，它假设我这一个章节有10页啊哈，那我们如果要把这10页整合起来，是不是要一张一张丢，然后把这10页的东西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嘛哈，啊这样来再丢去 AI 喂它嘛哈，这样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以前我还没发现这个工具之前，我就是用这个土法炼钢哦，一页一页贴哈，贴到 Word 以后再把它丢到 GPT 里面，问它的大纲，然后做成 PPT。现在哈，只要用这个东西就好了，Notebook LM。好，请打开你的 Notebook LM 哈，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哦，打开你的 Notebook。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刚才这个，我不是有这一章节吗？第14章，总共有17页嘛哈，总共17页。那我如果一张一张丢到云端硬碟，再把它复制贴上，哦，这样是不是要做了14次的功夫？我现在哈，你把它所有的档案选起来，然后呢按列印，把它列印成 PDF，把它列印成 PDF 哈，之后呢，它就档案在这边了，就出来了，你把它存在这边哈。你们先看我做一次哈，然后待会给你们操作。接下来把这个档案，我们开一个新建。好，新建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档案给丢上去哈。
第14张丢上去。这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假设以后你们上课，老师要你们每个人报告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20-30页，你就用这方法。注意看哦，待会你要怎么下指令哈？你下这个指令，请帮我将所选章节内文做成30页的 PPT 大纲，每一页都有相近的内容。你如果不下这一句，他就给你跳过去。就例如说第16到18页是要做什么，第20页到24页做什么，他就是带过去而已。你要请他每一页都有相近内容哦。然后因为你拍的课本里面搞不好有参考文献嘛，他会连我参考文献都把它放进去哦，所以你不要参考文献，然后结论放在第30页。大概这个指令我待会会贴给你们哈，把它给丢进去。等一下你们听得到声音吗？有人反应听不到声音，听得到声音给我个5哈，不要可以啊，好听得到哈，好来对好，那听不到你们自己设定一下你们的那个哈，那我把第4句丢上去哈。好，你看哈，他就帮你把所有的很小声，很小声，那我们大声一点。喂，好，不管，就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他就帮你做成30页的 PPT，你就大概检查一下，诶，不错哦，好，很棒哦。那你要怎么把它变成 PPT？接下来把这个东西，我们开启你的 Gamma，好，上次有进门注册哈，我的那个会很快哦，因为我们很多东西要教哈，这还前面而已哦。打开你的 Gamma，把这一个东西哈复制贴到 Gamma 上面，我们一个新建，贴上文字，把 Gamma 给贴上去。好，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有氪金哦，然后我换了另外一张卡片之后，他就一直叫我刷前面那一张，很烦。好，这个有氪金的话可以用免费哈，啊，因为你们如果要大量用的话，一个月是$20，好，等于600块哈，很值得花了哈，很值得花，因为待会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好用了。好，给他给他买下去了哈，但是我建议一个月买，因为你要是买1年，你最后会很懒惰哈，都不想都会忘记用哈，那就浪费钱。好，贴上去以后，把大概的不要的字把它修剪掉之后呢，我们按个继续哈，然后呢，它就会这样子变成这样子的哈。我们主卡片，然后替我分割，它就帮你分成30页的 PPT 出来了哈。然后接着我们就继续30页，然后呢这边可以选版型啊，自己选版型啊。假设你喜欢它的话，你就把它按产生。好，就出来咯 PPT 就出来了，就这样子。所以你们要做 PPT，假设你要报告一个 paper，你们老师叫你们报告一个 paper，有2种做法，一个是直接把 paper，一个是用刚才我这方法哈，请他，你假设要做10页，你就把它下指令写10页的 PPT。另外方法就是直接丢到 Gamma，直接丢 Gamma，它假设没有超过字数的话，它会直接帮你生成的，2个动作都可以哈。它做完以后它连图都帮你画好了啊，哇塞，超棒哦，600块一个月很值得，给他拿出你的神奇小卡片给他刷下去了哈，就这样子，来各位操作一下啊，给你们5分钟操作一下。
好，来顺带一提哦，你 PPT 做完了，你要生成你的演讲稿怎么生成？这个也可以帮你生成演讲稿哈。但是这个生成的东西你自己就要再论过啊。假设你熟这个内容，你就自己讲就好了。啊，你如果不熟的话，你就要生成演讲稿。这边有一个延长行程，他就把这一页的内容帮你扩充哈。哦，它就可以扩充了。按你这个东西呢，扩充完之后，旁边有一个备注栏，把它点开，把整个呢选起来。好，你选之后哈，你用 Ctrl+V 把它给复原哈，要不然你贴上去之后，你的 PPT 就是变成原有的，就变展开后的格式哈。你把它贴上去，你的演讲稿就在旁边了。你这样下载之后哈，它的演讲稿就会存在这下面，好，存在这下面。它有一个备忘录了哈，存在这下面。那这个就是你们如果要出去发表的时候，把备忘录列出来读一下啊，上台之前读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上台报告了。好，再给各位2分钟哦，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阶段哦。好，我们刚刚用的是软体啊，我们刚才是用这个软体把它转成逐字稿嘛哈。那你说，如果你手边没有 AI 工具，你最原始用 Word 也可以把逐字稿打出来，但是因为 Word 它这个功能没有搭配 AI，所以它出来的字会很奇怪啊，就是它可能听到这个音，它不会去比对哈，它就直接把那个它听到的音把它给录出来哈。Word 里面有一个听写功能哈，我们看一下哦，打开这只有365才有的O365才有的功能哦，所以待会请你打开你登录你的学校账号哈，Office 365哈，打开 Word 里面它有一个听写，听写以后哈，听写就是你对着麦克风讲话，你边讲它就边录进去，它就帮你打成文字了。例如说我讲一段哈，各位同学好，我今天要上的科目是 AI 在论文写作上的应用。好，大概就这样哈。那就是一个边讲话，它边帮你打字哈。那你如果是誊写的话，就是你把你的录完的音档上传选一个音档上传上去，然后它放出去。例如说，我们刚才在桌面上这边我们刚才那1分钟的音档给放上去它读一下哈。所以当你音档
越大，它就要读越久，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花时间的，所以你还是要用 AI 会比较快，而且会比较准确哈。我这边就要接着说，如果你都没有 AI 工具可以用的话，这个也是可以一个方法哈。好，那我们就开始，它就已经分好了，它就已经把它给转档好了哈，那就把它新增至文件。这边有很多哦，如果你这个东西它是有2个人的，你可以把演讲者一跟演讲者二这个东西把它给，比如说这个是我，这是别人啊，就把他名字打上去之后，他就可以把名字也出来，所以逐字稿很方便，就这样子把它给分好了。如果你用 AI 的话，它有的 AI 有这个功能啊，像我刚刚介绍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写的更细啊，是哪一个演讲者讲的话，可能就没办法这样分类了。好，那你可能要用 Word 这样分类，好，把它给新增到文件哈，附加演讲者，好，它就出来了哈，这是刚刚讲的，它就出来了。好，所以大家操作一次看看哈。好，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在 Google 文件也有，但是这个东西就跟我这边的听写的功能是一样的哦，所以你都试试看啊。但是这个设定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建议还是 Word 比较快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刚才这讲的，用这个软体，它叫上字幕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来当做逐字稿了哈。好，这个讲完了哈，所以它逐字稿出来就变这样子了哈。那你另外一个用剪映也可以，剪映的话就有一个智能字幕，然后识别字幕啊，因为剪映它这个是大陆的软体啊，所以有的防毒软体它比较敏感哦，它就会把它给挡掉啊，所以这个就参考一下。但是你如果要做影片，剪映它做出来的影片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这个好很多，会比这个好很多啊。那所以自己挑着看。然后我们今天不是教你们做影片，所以我们这个就跳过了哈。好，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用这个来帮你生成逐字稿哈。然后呢，这个东西会议转录啦，哈，访谈转录。如果你要做的是执行研究啊，你要做很多很多的访谈，你把每一个访谈做成一个档案哈，然后一个一个转出来之后啊，就是访谈者一就一个档案，访谈者二就一个档案，然后把它全部丢到你的这个 notebook L 里面。假设你这边就分类啊，1、2、3、4、5、6、7、8、9、10，4个档案，然后你就下一个指令，根据你的研究问题哈，你说你想要探讨这10个人他有没有共同的点，那你就第一个他这个有没有共同？假设你说他的 A 条件有没有共同，你就把 A 条件打进去，然后请他整理出这个所有的档案里面有 A 这个字眼出来的话，就帮你把它列出来。好，列出来以后，这地方你们看到哈，它有一个数字哈，这数字就是它的出处在哪边，所以你就点进去以后呢，它的出处就会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有10个人
的访谈记录，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出处出来哈，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出处出来哈，就点这个后面就会出来了哈，懂我的意思哈？来操作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讲图片转文字，刚才都讲过了哈。图片转文字用 Google 文件打开。那你说老师，我现在手边没有那个我的手机，我要用手机啊，我的手机没有装 Google 云端，你就装一下嘛。啊，如果没办法装，啊，还有一个东西叫 Google 哈，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一下 Google 的首页哈。好，啊，这边有看到一个以图搜寻的功能。好，那我们把刚刚这个东西给丢上去，以图搜寻的功能，那这个手机就可以了哈。然后呢，哇，它就会这东西哈，它就去辨识，你就可以把它选起来，它就是一样变成以图转文字的功能，你把它复制起来就可以贴上去了啊。所以你如果只有手机，你看到周边路边有很多觉得很好玩的，你把它拍起来，直接用这样子 Google 的以图搜寻的功能哈，把它给丢上去之后，就可以复制那些文字下来了。好哦，来各位操作一下哈，试着玩一下，我们大概给你30秒玩一下哈。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假设你要快速看一篇文章的话，你除了用 AI 写重点，可是你觉得这篇很好看，你想要慢慢看，你不想要只看摘要，你想要看它的研究方法写的很详细，你想要慢慢看，那这个东西呢怎么办？那我们先来土法炼钢一下哈，我们先打开 DeepL 啊，你打一下 DeepL 哈，啊 DeepL 在这边啊，好，那我们把这篇打这篇哈，我们土法炼钢就是复制整段呢、啊，复制整段，复制完以后呢，把它给贴上去，啊，这要注册啦，因为如果不注册，它只有给你1500个字哈，你注册以后呢。注册好像给你5000个字了，看一下哈，那就给你5000个字了哈，所以注册一下哈。好，按这样子就可以慢慢看哦，原来啊这一段写的很详细。按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觉得它这一段不错的话，啊这一段是你想要的文献内容，啊你就把它给整个复制好。按说老师这样会不会抄袭啊？因为它原本的是英文嘛，它把它转成中文了，中文比对不出来哈，
因为除非有人跟你做一样的动作拿去贴他论文，不然你们如果找到最新的英文 paper，你这样中文翻译出来哈，贴过去哈，基本上不会比对出来。但是呢，保险起见，你还是请 AI 论示一下啊，要不然很危险哈。好，来各位，请这样子操作一次哈。找到一篇文章，刚才叫我们下载了5篇呐，找到一篇可以复制贴上的，大概做一下。我接下来你说，哎，老师，我真正没时间哦，一段一段给你复制贴上哈，那怎么办？好了，它有一个东西哈，叫做翻译文件哈，你把刚刚那一篇拉过去，给它拉过去，哎，它这个哈要氪金的啊，如果你不氪金，一个月只给你3篇哦，一个月哈。好，你目标语是中文哈，你如果它是英文的嘛，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哈，你就把它翻成中文，就开始翻译。好，翻译之后呢，它就可以哇翻译出来了，整篇都是中文的咯，整篇都中文的哈，真是棒哈。但是它会排版就会跑掉了，没关系，你就慢慢看。好，你说哇这个东西好棒，你想要把它复制贴上，你会发现没法复制，因为它保护起来了。通常这时候我们就会找 PDF 解锁，线上解锁。好，如果你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怎么办？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网络它这个都破解版哈，除了刚刚讲的线上破解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破解哈。如果呢，因为线上的破解版一天只能破解3份，那你如果今天要大量的去翻译文件，然后去复制贴上的话，我要3篇破解完了就没办法破解了，那你怎么办？你有一个免费的东西哈，我们刚才这个地方，它下载完后的翻译档，它会加一个 LH 哈。好，我们一样，好，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给破解？一样找到你的 Google 文件，丢上去。好了，一样用 Google 文件打开。好了，这时候就可以复制贴上了哈。它这时候就可以复制贴上了哈。好，来各位操作一下哈，但是它排版都乱掉了哈，试试看，好，试试看。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哇好麻烦哦，那你再是一段一段去复制了哈。
一段一段复制，好，花一点时间而已。来，各位操作一下，给你们1分钟啊。我这 PPT 之后也会给你们哈，那你就照这个流程再复习一下哈。好，伽马我刚才也讲过了哈，伽马的核心功能我刚才也试过了，所以你们回去都可以再操作一次。好嘞，前面的东西基本功夫都讲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要写论文了哈。好哦，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怎么样用 AI 工具来写论文哈。那 AI 工具写论文的好处就是它除了可以帮你结构化写作，就是它因为它读了大量的文字嘛哈，训练过了，所以大概论文是什么结构，它会帮你生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出来。所以你待会下次指令说，请帮我生成一个研究大纲，它就会把你这个题目的大纲生成出来之后，大概就是那些东西，你就依据这个大纲去找资料填漏进去哈。啊，第二就是语言校正跟修饰啊，很多东西，例如说你在写的时候，可能参考这一篇贴上去，参考那边贴上去，可是前后逻辑很怪，你再下一个指令，请帮我润饰嘛哈，啊，再帮你从头到尾逻辑排好一点啊，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省时间跟效率哦。我以前在读硕博班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就要把它印出来，然后画线哈，然后开始慢慢打，打完以后呢，再把它印出来，开始论稿，自己用手这边，哎，这个要怎么写，这个要怎么写，所以以前的写论文真的是很痛苦啊，真的很痛苦啊。现在简单多了哈，所以省掉时间跟提高速率嘛，然后提升论文品质跟准确性。好，因为 AI 东西，因为它可以找到你找不到的资料啊。假设你引用正确的话，其实它会比你不去用这个工具会来得更有价值的，因为它找到的资料会更多嘛。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来哈大纲拟定哈。好，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我的 GPT 在这边看一下。我是前几天写的了哈，那我们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哈。第一个，你要把你是谁写上去，然后呢，第二个，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你用什么东西做出来。接下来你要用这个东西把它干嘛？第四个，你把它这个你要干嘛以后，你设定一个说你这干嘛要怎么具体，
所以它是一个论文架构。丢上去之后呢，它就出来了哈，连标题都给你了哈，然后摘要、引言、文献回顾、方法啊，因为它是你要问它是论文架构嘛，所以它就是依照这个把你生成出来。来，各位操作一下哈，随便打就好，给你们2分钟时间哈。好，接下来我们来逐步开始写论文了哈。接下来我们要写前3章嘛。好，这个东西你可以这样子下指令哈。论文架构你要写论文架构前3章，好，你自己去下哈。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要写 paper，它就是 paper 的架构。如果你是要写硕士论文的架构，你就写硕士论文架构的论文领令，这个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下指令。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引言的东西再把它写细一点。好，我们把整个呢说这个东西好太大了，我们怎么把它给更具体一点哈？我们再下一个指令哈。请问我要将引言写作下指令给 elicit。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待会要用的东西哦。好，请把你刚刚做出来这东西再下一个指令，它就会帮你生成这个东西出来。好，请操作哈。好，接下来你看到研究背景方面，它的提示句在这边哈。我要撰写一段这个句子。好，那我们把这个句子呢复制起来哈，贴到 elicit 这边，请他写一下。这个的好处就是它会帮你把跟这段句子相关的前10篇文献把它列出来，然后呢，依照前面4篇帮你写成一段句子。所以当这段句子写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拿去用了哈。但是你要注意哈，
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哈。我讲的是风浪板运动嘛，但是它这边出现了风筝冲浪，那看你要不要用啊。如果你觉得这段很好，你就把它给收进去哈，就整段把它复制。啊，你说老师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抄袭？每个人下的关键字不一样，他找出来的文献就不会一样，找出来文献不一样，你这一段东西就不会一样。好，即使一样，你丢进去以后，最后再请 AI 改写就好了，所以就不用担心抄袭，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去复制贴到某一个别人的写完的句，它是请 AI 帮你把这4篇文献整理出来后的结果啊。好，那你要检查，哎，这个东西文献到底正不正确？点一下哈。好，啊，你如果呢想要找他的那个 paper 的话，哎，有这篇，有这篇，好，我们翻译一下哈。啊，有这篇啊，就是啊，这篇文章就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是正确，就这样一个一个去检查哈。哎说，哎哇，这篇好棒哦，我想要找它的原始 paper 啊。假设这边可以下载的话，啊，你就下载一下啊。这个没办法，哇，这个东西没办法，那你怎么办呢？假设你找到的 paper 是没办法下载的，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下载这一篇？给各位一个工具哈，这叫乌鸦哈，我们都叫乌鸦。把你刚刚的 DOI 把它贴上去，试试看。有嘞，出来了。好，这个 DOI 的工具是什么？这个 SCI 它不是什么东西啊？乌鸦哈，它是一个资料库，因为很多出版社他们把 paper 公开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赚钱，所以呢，很多出版社你点进去后，他会你说啊，一篇30块欧元，哦，欧元呢，一篇都要一两千块哦，欧元，那你怎么付不下去哦？可是你又很想要那篇文章，你就在这边找。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资料，它不是破解版哦，它是资料库。这个创立这个资料库的主人哦，因为有鉴于出版社太黑了，好赚钱不人道，太贵了，所以他就自己创了一个这个资料库。然后呢，他直接发信给各个作者，如果他想要授权的话，他就把他的 paper 给他，他把它登录到他的资料库里面。所以你只要打入他的 DOI，他就可以下载这一篇了。但是有很多作者他也不想授权啊，所以你其实用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每篇都可以下载得到哈。那你如果找到这一篇，你就按一个 save 就把它存下来了哈。OK，我讲到这边哦，请各位操作一下哈。我把这个网址丢给你们。
好了，接下来各位看一下这边哈，我把一段一段丢去问嘛哈，一段一段丢去问，然后最后你把它这边问完的结果复制以后贴到 Word 上哈。好，他就说，哎，我靠，这个东西乱七八糟，逻辑不对。来，接下来你就把它丢到 GPT 里面去改写，整个复制起来。好哦，那我们另外开一个好了。好，来，好，我们下一个指令哈，把指令给找到一下，贴一下。嗯，好，你要下的指令是下列段落，请用批判性的文献探讨，不管是前言还是你的文献探讨，你都一定要用批判性的思考，因为你要比较正反两方的意见之后，你才有一个研究的缺口才可以应用啊。你不管在写什么研究都是一样，你一定要有批判性思考，这样才有一个破口哈，研究的缺口。缺口以后，你才这个合理化你的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你一定要下个指令啊，批判性的文献探讨哈。好，这东西列完以后哈，OK，我待会把这个贴给你们哈，我复制一下，贴给你们。好，送出去看看。因为原本东西乱七八糟的哦。好，我们这个把它给，因为它现在可能卡住了，我们把它重刷一下。好，通常这个出来之后哈，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你要的。假设是你要的，你就把它整段贴过去了啊。但是还是有时候觉得哦，怎么还是怪怪的？那你怎么办？那怎么办？你把它写，你要再把它改写的逻辑合理一点，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再把它复制一次哈，改写完以后再复制一次，然后你下一个新的指令哈。请帮我检查下一个段落是否有文句重复或不够通顺的情形，请改写整个段落，并加深讲广哈。好，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写成怎么样呢？好，大概就这样子，所以我把另外一段的提示句也给你们。
好嘞，请操作个3分钟哈，这个有点，这个会很好玩哦，你们操作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讲说哈，因为你这样写出来之后哈，它有它有文献嘛，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到底第一个到底有没有这篇文献？第二个它的 APA 格式到底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 APA 格式很多老师会雕哈，你如果写不好，你就一直修一直修哈。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你 APA 格式可以不用花时间去做？所以我们只要用 Google Scholar 去验证。好，第一个到底有没有这篇文章？第二个，我们把这篇文章确实有的话，我们把它给确实引用。好，请注意看这个东西哈。我们把这个东西复出来以后，复制下来之后，找到你的 Google Scholar。好，Google Scholar 哈，然后呢，把这篇文章给贴上，搜寻一下。哎，没有。可是你不要想说啊，因为你设定在2020到2025，所以小心哈，要小心。所以这个东西要再搜寻一下，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唬烂你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唬烂你哈。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再去做进一步的去验证改写哈。那我们再找下一篇看看。哦，所以我们在检视他写的对不对的时候，你看这个东西也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对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刚才找的这个东西哈。假设它的引用在哪边呢？它的片名在这边，这确实有的啊。那你说 Google Scholar 到底能不能找出来正确的东西？那我们把它给复制贴上啊。如果它是正确的东西，它就是单独这一篇就会出来了，单独这一篇就出来了哈。这时候哈，APA 格式这边你把它复制，整个贴到你的文末，那就可以了。好，把它贴到你的文末。你看哦，它这东西就已经是第7版的格式哦。好，所以你这样只要再把它给排好上就好了。好，它该写题的地方都写哈，所以只要是注意怎么去验证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对的。第一个，你只要把篇名复制完以后，贴到 Google Scholar 上去找，如果有这一篇，按这个引用；如果没有这一篇，哇，你完蛋，那怎么办？待会再教你们怎么去，如果没有他如果胡说八道的话，你要怎么去改写哈？先做到 Google Scholar 找到文献贴上去哈。好，来回到我这边哦。如果哈你后来发现他写出来的东西文献是乱七八糟的哈，
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怎么办？哇，那你没有文献引用，你这是乱写啊，这是违反学术伦理的哦。那我们看一下哈，一样再回到你最前面，它这个纲要原本它是要请你下 Elist 的嘛哈。好来，那你把这东西请 ChatGPT 再写一次。好，我上次已经写完过了哈，那我们看一下我上次的在这边。好，说请你撰写一段，好，这把提示器把它贴上去，然后后面说呢，请引用正确的文献改写，好，并以 APA 第7版格式。那前面就是你本来贴给 Elist 那一段话，啊，贴上去说，请你撰写一段关于什么什么什么，提示器写上去之后呢，后面再加一个，请引用正确的文献。好，写出来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哦。那这东西它也是没有引用怎么办呢？哇，或者是给你引用的乱七八糟。这东西哦，假设他写出来的东西，我们去检查一下啊，没有，很惨啊，怎么办？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我的方法就是我会去找，好，因为这一段是写风浪板它的那个，就这句话哈，风浪板的这句话，我这一段是要写这个东西，但是文献出处都是不对的。我如果你要找到正确的文献的话，假设你这句话你很想要，但是文献的出处是不对的啊，你把它复制起来之后，到你的 DeepL 这边哈贴上去，好哦，把这段文字贴到 Google Scholar，整段文字贴到 Google Scholar 哦，好，你就会发现，把它翻译一下哈，你就去找符合这段话意思的、文献有哪些，你把它给下载之后，丢到你的 Notebook LM 里面。所以我已经找到3篇，我针对这句话讲到3篇了哦。好，找到3篇之后，你再把原本这一段话，他胡说八道这一段哈，找不到文献这一段，再把它丢回去。你为他文献之后的 Notebook LM，他就会去找这段话里面有谁，有大概的意思有在这里面有讲到，他就把它给拉出来，引用文献把它给引出来了哈。待会看一下哈。各位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我有录影，好，刚才的同学帮你录影哦，那你就把这个录影的东西再重看一遍就好了，好，好，这个东西就会这样在这边了哈，好，那你这边他没有帮你把这个出来嘛，那你再写一次哈，你再下一句话哈，因为你的提示句不够精准，这边写内文以 APA 第7版撰写哈，然后后面加括号作者年份，好，再问他一次啊，好，他还是没有，你就一直问。因为他是用这个东西引用出处在这边哈，那你就一直改写，一直改写，你就一直问，一直问哈，问到他帮你把它改好，因为他有时候会
我也是常常是这样子的，常常问不出来，你就要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后来他就帮你写出来了哈。当你这时候你再去，好，你看你多问几次，他就已经写，他就可以写出来。看像这一段啊，他就可以把你写出来了哈。好，可是哦，你要注意哦，一样检查文献，把这段贴起来，回到 Google Scholar 啊，还是有这边就有了哈，那就可以引用了，把它引用起来。所以这样子找，你就等于是在所有资料里面，他找跟这句话很像的，他去引用那个人的资料。可是呢，他虽然有引用哈，你觉得哇引用到了啊，我就用这一篇了。可是有时候他搞不好没有讲这句话啊，可是他也有这篇文章，你还是要，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哈，你还是要逐篇去检查哦，去看一看哦，他到底是写的是什么哈。但是这样子会比你整天那边鬼打墙哦，听他那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来得快哈。好，来，请操作一次哈，请操作一次，把这段的练熟一点哈，以后你们会常用到哦，这段练熟一点。有同学问说，参考文献是不是自动生成，还是要另外下载？你要下指令啊，就像我这边有写的，请用 APA 第7版格式撰写啊哈，并在文末列出引用文献。好，所以你要下指令，它就会帮你生成哦。好，因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趴哈。接下来讲研究结果怎么撰写。这东西哈，我们先教你已经跑完统计，把它整理成表格之后怎么写哈。另外的东西就是你统计跑出来，你请 AI 帮你画表格，有两种啊。但是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 SPSS 的资料，所以我先教第二个东西，就是你已经把 SPSS 的资料把它整理成表格之后，你要怎么请 AI 帮你写研究结果？好，我们把它给这个东西哈上传到你的 GPT 里面哈。
然后你下一个指令，请帮我将档案中的表格写成研究结果的叙述。平均数跟标准差的叙述方法用平均数加标准差。也请说明是否有显著差异。好，把它给出去之后，你的研究结果就出来了哈。就把它整段复制，你的第4章前面就这样写。你就不要那边打半天了哈，直接请 AI 帮你读表格哈。但是你还是要检查一下，有时候它数字，反正就是你你省下写的时间，但是你要花时间去检查。你省下写的时间了，但是你要花检查的时间了，就这样而已了哈。就这样子。好，各位，我把这个表格传给你们哈，你们玩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玩哈，看看怎么玩，去玩一下哈。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假设你做的像我这个是我博士论文的东西它是一个生物力学的东西按说这个东西我要把它画成图怎么办？我要怎么画成图？哇，用 AI 现在太方便了它这个就是一个关节角度的变化，包含你的右边的髋关节的区伸展这样子的概念那我们把它这个数字，那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它是一个划船周期性的变化那画这个要怎么画呢？我们请 AI 画一下我们下一个指令，所以你知道它的逻辑之后呢，你只要把它的逻辑知道之后，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次好，因为这个为什么要下这个指令资料清理因为它里面这个里面它可能会有遗失值遗失值你就要把它清理掉或者是把它做一个补正，就是它会插一个数字进去，让它是柔顺化的数值，所以要做一个资料清理。然后呢，把它做，因为角度假设你以正中间为0度的话，你往前、往后，往前就是正的，往后就是负的，所以你要画一个正负100的资料那 S 轴为划船周期，你要怎么画呢？
请他画一下啊。好，他就帮你把图画出来了。哇，好恐怖哈、哦！我说哇，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这样子，我就不用自己画半天了哈。我之前是用一次要画的，我刚才 K 笑哈。它这个东西用 AI 帮你画出来就好了，哇，真漂亮！划船周期耶，抓桨、拉桨、结束、恢复，整个髋关节的变化都出来了哈。这个东西把它放到你的表格资料里面，太棒了，非常完美哈。好，这只是举例而已啦。你们之后假设也有这种相关，例如说，你们可能上次我们有带同学去宜兰大学嘛，它有一个测力版的资料啊。假设你要测老人经过你什么训练之后，他的步态变化分析，那你把所有的 low data 丢进去 AI 里面，就可以画出来一个步态分析，把这个图附上去，你的论文就完整了了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看你们的论文属性了哈，不是这东西就是用 AI 就很好处理了哈。所以以后假设有相关的研究哦，用到数字要画图的，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处理。好，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做 ending 了哈。当你把所有的论文写完之后，你把它丢进去，这时候你的摘要还不要前面写哦，你摘要全部你写完之后再写哈。你的摘要全部你写完以后再写哈。这时候你，好，刚刚我们在做的是这个哈。然后你摘要你的，我们先讲结果好了。结果写出来之后呢，你把结果丢上去。好，例如说我们刚刚这个结果，请依比较的结果写出讨论。然后你要引用文献嘛，你要引用文献，我把提示句再贴上去哈。把提示句也贴上去。好，你把结果说专注力啊哈，为什么显著差异哦？你写完之后哈，哦，他就帮你把讨论都把它写完了。可是你还是要注意，你要把它检查这东西有没有胡说八道，所以再一笔一笔去检查哈。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找相关的文献全部丢到 Notebook LM 里面，再用一样的方式再问一次，他就会找到里面的东西，把它给抓出来了哈。Notebook LM 就是抓你已有的东西抓出来，那 ChatGPT 就是无中生有啊，那个东西很恐怖，不要用那一招哦。好，好，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写结果跟讨论，写完以后呢，你所有的结果讨论写完之后呢，再丢进去，请他写摘要。啊，摘要你就要下指令说，请帮我依据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跟研究建议写出来，然后再把它转成英文，那你的摘要就写完了。好，所以一系列的这样子操作下来，你的论文就写完了哈。好，大概这个方面哈，大概讲到这边，大概讲到这，我在这 PPT 会给你们。我知道应该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昏头转向了哈。来，有什么问题现在讨论一下？有问题可以想要发问的，来，请说。那个玲玲姐哈，请说。
老师不好意思，按错了。好，OK，好，没关系，有问题哈，随时群组里面问我就好了哈。然后我把 PPT 丢给大家，各位请再从头开始操作一次哈。我觉得应该很快你们就会上手了哈。然后我那个 PPT 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一下。嗯，哎，怎么不见了？哎呦，找到了哈。好，大概就这样哎，我讲完了嘞。但是哈，其实还有很多要讲的啊。我下学期的我在工商时间一下哈，工商时间，我下学期，因为我们今天讲只有黄色的内容哦，那个白色的内容还没讲到哦哈。这东西我下学期会每一周讲一点点，讲一点点，期末的时候你就可以生成一篇文章了。不是只有写我的文章，你可以来我这边的课写文章。如果没时间写也没关系，来找我把这个资料给你自己慢慢的去写哈。你想要什么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可以慢慢去写。还有没有问题？就下课了呢。我讲义已经给你们了哈。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可以吗？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了哈。2点钟那门准时下课，可能待会有人要继续上班哦。老师，请问一下，是，您何时会在南洋校区？如果说我们有问题的话，可以方便哪时候去找您？我都礼拜三才会在那边。礼拜3号，好，了解。好，我其他时间都在淡水了。校本部。也可以线上问啊，就 Teams 问我就好了啊，哈，就 Teams 问我就可以回答你们了，打我的名好，字。好，OK 哈，那我们就下线哦，谢谢各位哈，谢谢各位。谢谢老师。